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内海聪老师所著的《改变那种油》这本书。油被宣传为不好的东西，这一变化是由所谓的石油利益集团和那些想要掌控食品与医学领域的人们的策略所促成的。植物油被宣传为对健康有益，也仅仅是因为它更适合大规模生产。这种洗脑思维需要摆脱，改变油脂的选择。只要稍微调整油的使用，身体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作者首先指出，油脂对人体构成至关重要，但大多数人只将其视为坏东西，甚至把肉类的脂肪也视为坏东西。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导致现代人患上了许多疾病。如今人类在沉迷文明的同时，实际上受到了利益集团各方面的洗脑，生活被他们操控。在油脂方面，最典型的洗脑就是认为油脂和胆固醇本身就是坏的。植物油脂对身体有益，而动物油脂对身体有害。本书不受这些洗脑影响，着重指出古代人曾拥有健康的身体。作者从人类原始饮食的角度来进行讨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健康，健康是无价的，无论有多少钱，还是有多好的人际关系。如果失去了健康，其他的一切都会失去。因此，许多人为了健康付出了很多努力。然而，作者对此表示，如果您想变得更健康，首先要改变您的油脂。对于那些一直没有关注油脂选择、随意饮食的人来说，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第一，想要健康，就需要从改变油脂开始。第二，关于植物性油脂和动物性油脂。第三，如何选择和摄取能显著改变身体的油脂。第四，我们每个人只能通过自身体验了解最适合自己的油脂。首先是第一部分，想要健康，就需要从改变油脂开始。脂质在多种意义上对我们的身体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脂质不仅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来源，也是构成细胞、维持身体所需的荷尔蒙的原料，因而在任何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说到细胞，负责我们行为、思考和精神活动的脑细胞，也同样是由脂质构成的。正如所说，脂质在身体的功能和构成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它，我们的身体无法维持。然而，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既然脂质这么重要，为什么不能随便摄取呢？大家最担心的应该是体重增加的问题吧。然而，认为脂质会导致肥胖的想法也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希望今天大家能抛弃这种观念。虽然这里不打算深入解释所有细节，但结论是，实际上比脂质更容易导致肥胖的是糖类，它们才是引发多种疾病的元凶。认为脂质会导致肥胖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脂质其实是我们应该正确摄取的东西。然而，尽管脂质很重要，但并不是说只要摄入油脂就好。油脂的选择和摄取方式如果不当，可能会变成有害的物质。这正是油脂的可怕之处。如果摄入了不良脂质，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对细胞和大脑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成为万病的根源。脂质在构建和运作身体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正确选择和摄入脂质是保持健康生活的关键。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关于植物性油脂和动物性油脂。油脂大致可以分为植物性油脂和动物性油脂。植物性油脂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油，比如常见的食用油和橄榄油等。动物性油脂则是从动物中提取的油，比如牛排上的脂肪或鱼类的脂肪。在社会上，人们普遍认为植物性油脂对健康有益，而动物性油脂对健康有害。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关键不在于油脂的来源是植物性还是动物性，而在于油脂的质量。无论是植物性还是动物性，既有对身体有益的脂质，也有对身体有害的脂质。因此，我们要摒弃单纯认为植物性油脂好，动物性油脂坏的观点。除此之外，油脂还可以根据其所含的脂肪酸类型进行分类。脂肪酸的种类主要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它们的区别在于它们变为液体的温度不同。饱和脂肪酸的液体化温度较高，因此在常温下是固态，像黄油和猪油等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而不饱和脂肪酸的液体化温度较低，因此在常温下是液体。像沙拉油和橄榄油等植物性油脂大多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进一步分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又可以分为 Omega-3 系和 Omega-6 系，听起来可能有些复杂。我们可以简单的记住，比如黄油是饱和脂肪酸，橄榄油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沙拉油是 Omega-6 系，亚麻仁油是 Omega-3 系。需要特别避免的是反式脂肪酸，它广泛存在于人造黄油和起酥油中。总之，脂质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摄取优质的脂质。而反式脂肪酸作为不自然的脂肪酸，属于有害脂质，会导致坏细胞、坏激素，甚至最终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因此必须避免摄入。接下来是第3部分，如何选择和摄取能显著改变身体的油脂。在之前的部分中，一直强调，如果想要健康，就要改变油脂的摄入。相信大家已经充分理解了油脂的重要性。脂质不仅为身体提供能量，而且是细胞膜的组成材料。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摄入油脂就能变得健康。市场上的油脂中潜藏着许多危险。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选择和摄入油脂，才能保持健康呢？首先是植物油。选择植物油时，首先要注意脂肪酸的种类，尤其是现代人普遍摄入过多的 Omega-6 脂肪酸。摄入植物油时，尽量选择含有较多 Omega-3 脂肪酸的油。Omega-6 脂肪酸的代表是玉米油、大豆油，常见的沙拉油也是 Omega-6 的代表。另一方面， Omega-3 脂肪酸的代表是亚麻仁油和紫苏油等。我们应该积极摄取这些油脂。我们会从专门挑选的厂家那里采购含有较多 Omega-3 的油，如紫苏油，给患者饮用。需要注意的是， Omega-6 和 Omega-3 都很容易在加热时发生氧化，因此不适合用于高温烹饪。比如在炒菜时，不要使用 Omega-6 或 Omega-3 的油。加热时，应选择植物油中相对耐热的 Omega-9 的油，代表性的就是橄榄油。选择优质脂质也很重要，我们应该始终牢记，油脂应该像生鲜食品一样新鲜。市面上那种装在塑料瓶里、打折出售的油，最好尽量避免。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动物性油脂。选择动物性油脂时，关键在于动物的饲养方式。无论是畜牧肉类、羊食，还是鱼类，都应选择那些没有使用基因改造饲料、激素药物和抗生素，并且健康饲养的动物。天然鱼类或野味最好选择来自污染较少的地方，如未受土壤或海洋污染的地方。此外，尽量保持这些食材尽可能接近生食状态。这样，除了可以摄入健康的动物性油之外，还能一同获取维生素、矿物质和镁等营养成分。加工肉类和畜牧肉类类似，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查找信赖的品牌，避免摄入有害的化学添加剂。接下来是第4部分，我们每个人只能通过自身体验了解最适合自己的油脂。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只有自己才能知道。真正适合自己的油脂，只有自己的身体才能感知到。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千差万别的，饮食的适应性也因人而异。究竟什么是适合自己身体的，只有自己身体才能知道。重要的是要时刻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发现健康的习惯。仅仅照搬别人说的做法，并不能真正做到健康。所以，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最重要的是将日常饮食与自己身体的状态紧密结合，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真正开始建立自己的健康。最终的决策还是在自己身上。通过正确的知识以及基于这些知识的正确意识和行动，我们可以设计出属于自己的健康生活。作者认为，这是科学的一般思维方式。
科学只是告诉我们某种方法可能有较高的效果，但并没有适合所有人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虽然我们经常听到有科学依据的说法，但这意味着的是，科学上证明某种方法可能有效，但并不能保证对每个人都有效。所以，即使某个方法有科学依据，也不能保证对您100%有效。您需要自己尝试并验证效果。比如，这可能是1天1餐、进食、早晨散步、定期有氧运动、睡前冥想、桑拿或浸泡冷水等各种被认为有益健康的习惯。这些都有科学依据，但并不能保证对您100%有效。因此，必须亲自去尝试，并看看效果如何。如果发现对自己有效，就可以将其纳入日常生活。如果觉得没效果，那么就放弃这个方法。这一过程需要您亲自判断。今天我们讨论了油脂的摄入问题。作者认为，摄入油脂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如果吃了油腻的食物后胃会不舒服，那是因为从小没有适应油脂的摄入。其实，生物本能上是需要油脂的，但如果一直不摄入，身体可能就会适应并排斥它。因此，关于油脂的饮食习惯，如果突然完全改变，身体可能无法适应。所以要理解，逐步调整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改变饮食习惯时，不能一蹴而就，而应逐步调整，让身体有时间适应新的方式，保持平衡，选择适合自己的油脂类型和摄入量，才是通往健康的正确道路。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